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多次陪跑白玉兰奖后连入围都没有，她到底输在哪里？一年一度的评奖又要开始了，都说上半年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日子，步入下半年就开始了大年大节的节奏。正如我们的节日一样，都放在了下半年。首先迎面而来的就是白玉兰奖，这个凝聚着电视剧前台幕后的大奖，是一个电视人的聚会。每年他们相聚在魔都上海，共商盛举，激动人心。毕竟这个奖项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，一路走来也见证了我们国家电视行业和产业的发展，推动了整个文化的发展。就在5月30日，组委会公布了最具吸引力的奖项入围名单，而在最吸引人的白玉兰奖入围之最佳男女奖项名单也终于公布了。最佳女主提名是周迅、闫妮、任素汐、唐嫣、杨紫；最佳男主提名是丁永岱、范伟、胡歌、王仁君、王阳。我们看到这里面没有一些这1、2年来风头正劲的几个人的名字，其中比如说赵丽颖，当然还有其他人，比如说孙俪，比如说《繁花》剧组里的另外2个女主，这就让很多人，尤其是喜欢赵丽颖的粉丝们义愤填膺。他们不知道赵丽颖到底输在哪里，也不知道组委会的评判标准到底是在哪里。从2019年开始，赵丽颖好剧频出，一连3次入围白玉兰奖，而这一次赵丽颖居然带着作品参加，连入围都没进去，真让很多喜欢她的人意难平啊！如果您是我们粉丝，之前的文章中可能您可以找到答案，也可能知道为何赵丽颖这一次连入围名单都没有进入。这个白玉兰奖到底透露着什么？而赵丽颖到底输在了哪里？透过这一次的作品以及公布出来的人员名单，结合笔者这么多年的观察，今天与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一次白玉兰奖赵丽颖为什么没有进入，她赵丽颖到底输在哪里？不是有句名言，成功来自于99%的努力，1%的运气。如果一个人很努力了，付出了辛勤的汗水，但总是与成功擦肩而过，那只能说明这个人的运气差了那么一点点。而赵丽颖就像一个运气好又不怎么好的人。好的是赵丽颖总能拿到不错的资源和戏本，这让赵丽颖这些年来总是活跃在荧屏上，总有好的作品与大家见面，特别是喜欢她的粉丝们。不好的是在各大评奖上，赵丽颖能够入围，有的还能拿奖，比如电视金鹰节上，或者各大商业奖项中，我们总是能够看到赵丽颖的影子，但在一些高质量的高层面低奖项上，赵丽颖也总是欠缺了那么一些运气或者说机会，不但要陪跑，甚至入围都没有资格。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，总得有人上去，也得有人下来，可这么多次了，赵丽颖却属于上不去的那个人，这怎么都让人心疼，遗憾，意难平。运气差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，只要你在这个领域耕耘，就没法不和别人进行比较。虽然老话说得好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但既然是评奖，总会被人拿来比较。前面说了运气好的表现，而运气不好就是同时期的好作品真的是太多了。回顾这些年赵丽颖陪跑的日子，出来了多少好作品？当然赵丽颖的作品也不错，但前面说了，文化作品的比较真的是看演员的，也算是一种运气。尤其是前几届中，好的作品和演员太多了，赵丽颖能够陪跑，个人认为也算是一种沉淀。就拿这一次来说，笔者也喜欢赵丽颖，但也喜欢其他演员，他们的作品也不错，特别是《繁花》真的惊艳。有人说2部作品除了演员，导演也是很关键的，而我们都知道赵丽颖的作品和唐嫣的作品，他们的导演是谁？不必多言，《繁花》更胜一筹啊！
还不说任素汐的作品和闫妮的作品，这2位女性的作品笔者不多说，大家自己去细细品。每个奖项都有自己的标准，而且每一届都不一样。这里面除了组委会的常态要求，还要看评委的个人标准。跟金鸡百花奖一样，白玉兰奖都是有一些安排的，尤其是在最佳男女主角和配角的评选上，一是作品的素材要求，二是演员结构上的要求。这里面就有地域、年龄、老中青3代同堂，这是我们很多奖项的固定模式。评选最佳最优上也是需要考虑的，这不仅仅是文化发展的需要，也是我们工作持续推动的内在要求。所以我们看到唐嫣、任素汐等中坚分子的代表，也看到了新生代杨紫，还有老一代的周迅和闫妮。不仅仅是最佳男女主角和配角，就连最佳导演和编剧都是这样。所以大家不要去怀疑组委会，更不要去质疑白玉兰奖的权威性，一切都是比较后的出来的最优最合适的方案。当然你要说这里面有没有地域优势，那是肯定的，毕竟白玉兰奖是在上海举办，而这里面没有上海的代表作，这不让人笑话吗？感叹号。但最后还要用作品说话啊，人家《繁花》确实也是大制作，水平和质量也是摆在那里的。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，也是一个竞争残酷的阶段。大家都知道我们进去了离火运阶段，而这个阶段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我们文化方面会蓬勃发展。恰恰这些年来，文化方面的各个领域大踏步向前冲，尤其是像电影和电视剧，从他们的产值和从业人员规模就可以看得出来，真的是飞速发展。在这个领域却是人才辈出，也是大浪淘沙，很多人进去了，也有人很快消失了，但整体上是向上发展的，也是整体向好前进的。那就拿赵丽颖来说吧，她属于80年代中期的人，属于大众评选的85后小花，同期或者说同时代的女演员里，比她好的太多了。当然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粉丝坚持说赵丽颖就是最独特的，也无可厚非。但一个人受喜欢，不仅仅是人的在外，也有在里，还有作品。那最后我们说说赵丽颖到底输在哪里呢？这部分内容纯属个人看法啊，敬请大家批评指正。个人认为赵丽颖输在了她出身农村家庭，而且还没有专业化教育经历，能有今天的局面和结果是她的努力与贵人扶持密不可分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但不足以作为评价一个作品的依据。可现实就是这样。笔者前面的文章里不是说了吗？好几篇这样的案例文章，比如说从我们湖南湘潭韶山那山旮旯走出来的老人家，还比如最近比较火的从陕西潼关农村走出来的直播带货主播董宇辉，他们在职场上都曾经不受待见，也被人排挤，甚至受到了打击和打压，还被挤走出自己的团队。笔者相信赵丽颖绝对经历过被人鄙视、被人说3道4的时候，更有被一些人看不起的画面。当然砥砺前行也是赵丽颖的本色，否则今天的赵丽颖我们一定看不到。而赵丽颖呢，出身草根是事实，没有接受过正规艺术院校训练也是事实。一个中专毕业孩子，半路出家，误打误撞进入了影视圈，一路走来艰辛无比，吃过苦，受过罪，能有今天的成绩，也拿了一些奖项，成为了明星，算是不错了。但这些都是赵丽颖自身努力的结果，当然也有贵人扶持，要不然这个小姑娘当年就不会有出镜的机会，登不了台面的。演员的打造需要平台，演技更需要磨练。赵丽颖因为欠缺太多，只能勤能补拙。不是她不好学习，也不是赵丽颖不想去大学深造，本身来讲，赵丽颖她自己走了自己要走的路，只能走的路。这里面既有自身的主观因素，也有家庭等客观因素。由于没有经受专业性的培训，所以她只能去零碎请教，
只能花更多时间去体会，花更多精力去领悟，这既需要大量的机会，也需要大量的时间。所以我们看到赵丽颖的作品非常多，类型也很多，但专业演员因为有人长时间指导，大量的小剧场、小剧本磨练，他们一出来就可以接大剧本和大制作。而赵丽颖出道就是小角色，甚至是跑龙套，可想而知她的奋斗历程多么艰难。作为一个人，还是女人，她们的人生大事一件不落，都需要精力，而且女性的生存环境还不能相比男性，尤其是一个领域里的外来户。如果你熟悉郭德纲，看看他一个人从天津跑来北京说相声，他经历了什么？相信朋友们能够从互联网都能了解到，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和经受的，所以人家郭德纲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说1000到1万，我们这个社会本质就是参差不齐的，本身就是光怪陆离的，也是灯红酒绿的，这里面既有合作，更多的是竞争，人性的展示是非常宏大的。他走得很快也稳，但差距太大了，让他手脚无措，只能顺势而为。赵丽颖自己的定位从来就是演员，她很少把自己归纳进娱乐圈，但有时候还是控制不住，于是我们看到赵丽颖时不时会参加娱乐圈的事情。记得有好几位演员，他们都说自己不喜欢也不习惯娱乐圈，他们既不参加娱乐圈的事情，也不参与娱乐圈的一些活动，特别是电视台的综艺节目，只是一心去体验生活，深入老百姓生活，琢磨剧本，细心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好多好演员起初作品比较多，但一年也就3、4部，成名后都是1年之间1部作品，特别是电视剧演员，而电影的最多也是接1、2部，太多了确实不好，既没有时间去琢磨作品和人物，也没有精力去体验生活。但我们看到赵丽颖这方面就没法做到。这些年来，我们看到的赵丽颖的作品很多，一年里甚至3、4部电视剧，中间还有电影，这其实既无奈又没办法的事情。原因就是前面笔者提及的，赵丽颖太不容易了，走上了这条路，就只能加快速度，加速成长，否则在如今的影视圈就会很快沉落，最后一文不值。非常现实，也很打击人。